美军印太司令部计划部署针对中国导弹系统，日本成首选目标。日本民众强烈反对，拿日本当炮灰。为何日本民众反应如此激烈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自拜登上台之后，美国一直在加强针对俄罗斯与中国的遏制，各种手段层出不穷。在欧洲不断拉拢各国对俄罗斯进行围堵和军事威胁，在中国东海、南海也一直是动作不断。不仅在经济上对中俄进行各种制裁，在舆论方面也是不停渲染各种威胁论来抹黑中俄。最近，美国印太司令部又想出了一个损招对付中国，意图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导弹网络，增加其对中国的军事压制。但是就目前来看，美军的这一计划将面临巨大困难。据朝日新闻7月8号报道，美印太司令部正计划沿着第一岛链建立一个导弹网络针对中国，并且日本将是成为该导弹计划的首选对象。这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报道称，由于日本靠近中国，并且日本的国土面积也是第一岛链中最适合建造导弹系统，并且美军在日本经营多年，对日本周边地理环境极为熟悉，所以美军首选的对象就是日本。之前由于中导条约的限制，美国一直无法在亚洲针对中国建设弹道导弹网络。目前虽然解决了条约的限制，但是想要实行这一计划，美国依然还需解决大量的难题。目前最大的问题来自日本国内。据日媒爆料，日本民众对驻日美军基地已经抱有很大的怨言，更别提在日本架设新的导弹系统了。日本民众认为，美军这一举动无疑是将日本推向了中美对抗的前沿阵线，拿日本当炮灰，置日本民众的安危于不顾。日本民众将极力反对美军这一行为。确实，美军这一做法只需要美军提供资金和技术，其他的风险全部由日本来承担。一旦部署的导弹系统，不止中国，甚至俄罗斯都将受到来自美国导弹系统的威胁。届时，中俄的怒火很可能发泄在日本身上。日本民众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。美国拿盟友做炮灰的行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就拿最近来说，美国拉拢30多国在黑海地区举行多国军事演习，怂恿英国军舰挑衅俄罗斯，导致英国军舰被俄罗斯狠狠教训一顿。而美国仅仅口头上表示了一下，这种行为非常令人不齿。再比如，此次军演明明是美国牵头的，可是美国却只派了几艘军舰停在港口休整，让其他军舰先去试探俄罗斯态度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。日本民众正是看透了美军的如意算盘，才会如此激烈的进行反对。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顺应民意，不要再做美国的炮灰，和平稳定发展自身才是大势所趋。莫里森担心的事正在发生，被中国制裁不到1年，澳大利亚却遭盟友接连叛变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从当前美国一系列的政策中都能够看得出来，拜登政府将延续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做派，继续与中国竞争，成为美国新旧政府的共识。至于如何同中国竞争，美国目前的做法是和其他盟国一起为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，而澳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，追随美国对中国抹黑，频繁触及中国底线，导致两国关系发展出现裂痕。为此，中国只好做出反击，对澳大利亚做出最严厉的制裁。根据亚洲时报7月9号发表的评论称，中国当前对澳大利亚进口产品征收关税，是一种与政治立场无关的商业行为，但这无疑是个有效的做法。这使得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分歧。如果说在中澳争端中谁是最大的赢家的话，那美国出口上必然是冠军。在被中国制裁不到1年的时间里，美国商品成功地填补了澳大利亚离开所空缺的市场。自从去年以来，美国出口的产品如葡萄酒、木材和煤炭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。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当澳大利亚大麦和其他农产品在进入中国时，将面临高达80.5%的关税。所以在今年的3月份，美国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份额达到了一个历史峰值，尤其是牛肉出口量达到了每月14552吨的最高水平。在2021年的头5个月，中国从美国进口了735.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9.8%。看到这一金额后，相信会有人认为，这不给澳大利亚送钱了，还不是得给美国送钱？但实际上，在中美贸易中，中国属于顺差的一方，而且这个顺差的数额特别巨大，已经超出了合理范畴。所以，多花钱多买一点美国的资源也不是坏事儿。要知道，现在的大多数国家正在进行去美元化，这意味着把美元放起来就等于贬值，倒不如花出去多换点货真价实的东西。而且这一行为等于加深了美澳之间的隔阂，使其互不信任，让莫里森陷入一个被拜登卖了还在帮忙数钱的窘境。不管澳大利亚是否承认，但事实就是在被中国制裁不到1年的时间里，澳大利亚非但没有获得来自盟友的利益输送，却遭到了盟友们的接连叛变。不过这并不奇怪，毕竟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，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和真理。
由于美国能够在2次世界大战中坚持美国利益优先，并且在战争初期还奉行了不干预的政策，这才导致美国赢得了当时巨大的现实利益，成为了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。同时，美国之所以能够强大超过半个世纪，一直延续至今，也正是因为美国优先的这一原则。现在面对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时，美国在国力上确实比中国要强，所以澳大利亚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也无可厚非。不过，那么多说要遏制中国发展的国家，往往只是说说而已。唯独澳大利亚对中国动真格，甚至还威胁要准备一场台海战争。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莫里森担心的事正在发生，谁让只有澳大利亚来争的？美国官员坎贝尔为何突然明确对台画下红线，不支持台独言论是否敷衍中国？为何说有一国早已看清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此前，美国印太事务的资深官员坎贝尔突然正式公开对外宣称，美国只认一个中国，不支持台独。这言论一出，不仅在中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，在国际上也不遑多让。特别是在如今这种微妙的时候，坎贝尔为何突然就对话明确地画下红线了呢？对此，有一国就早已看清，并且还提醒了中国。据媒体报道，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主要核心内容就是围绕坎贝尔发表不支持台独的言论，并且表示这是美国首次有白宫的高级官员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，并且还是在如此微妙的时候。要知道，在坎贝尔表态之前，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压，从美国主导的各种领导人峰会后发出声明，涉及台海和平和安全一事，让台海直接从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，再到美国自己出手干涉台海，试探中国底线，不断对中国实行切香肠战术。可以说，美国这般强硬的态度已经让很多人都认为中美必有一战了。所以在很关键的时刻，美国却突如其来的表态，就是在敷衍中国。因为在这句话后还有一句是不再向岛内发送错误信号，那么如果不是错误的信号呢？这就是没有办法界定的了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坎贝尔明确对这件事画下了红线，但是在这件事之外，美国仍然没有放弃继续在各领域针对中国的行动。这一点从美国的盟友们依然不断给中国施压就能看出来。比如日本媒体报道的美日军演行动，以及美军预备在日本部署一条针对中国导弹的网络等等。而且最近1个月来，有统计数据显示，光是美军自己就向中国东海出动了累计22架次的大型侦察机，进行了高密度的军事侦察活动。再加上岛内突然开始炒作要和解放军最后一搏，很显然，美国就是在放长线钓大鱼。毕竟对于美国而言，只有挑拨的两岸对立起来，美国才有可能从中获得好处。这一招以退为进，在不和中国彻底撕破脸的情况下，美国直接让台岛和盟友继续挑衅中国，自己好在后面捡好处，打擦边球。就像是之前有美军将领说美国无法正面抵抗中俄联手一样，只有把所有能牵扯进来的国家和地区牵扯进来，美国才能真正的浑水摸鱼。美国又何尝没有用这样的手段来针对俄罗斯呢？在和俄罗斯谈判前，美国不仅对俄罗斯出手，也对俄罗斯示好了，所以中国必须要警惕了。